如何避免被归罪，也就是避免成为借你项上人头一用的牺牲品。在酒局中，如何不伤和气地拒绝对方的强制敬酒？东方式被动男和野蛮女友之间的爱情模式是什么？有什么心理学机制？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中国式智慧平息众怒，中国式敬酒与帕瓦罗蒂的神丁。当你可以被我欺负时，我就爱上了你。这3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中国式智慧平息众怒。在《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幕：曹操率军和孙策、刘备一起攻打称王的袁术，但粮草不够了。本来预计吃10天的军粮，只能吃3天了。粮草官过来问曹操该怎么办。曹操说：“那就大胡改小胡。”粮草官说：“这不是克扣军粮吗？士兵吃不饱，岂不要冤声载道？”曹操说：“我自有解决办法。”果真，几天之后，士兵怨气冲天，有骚乱的迹象。这时，粮草官过来问计。曹操说：“计策就是借你的人头一用，至于你的老婆孩子，放心，我会好好补偿。”然后立即斩下粮草官的人头示众，并宣布说是粮草官克扣了大家的军粮，害大家饿肚子。军队的骚乱情绪被安抚了，大家带着怒火迅速攻下了袁术的城池。曹操是地道的奸雄，深通人心，不能撤军，仗必须打下去。粮食也就这些了，必须要减少每顿饭的量，好持续下去。但这时军队有不满是必然的，不仅是饿了肚子，也是失控。所以这时就必须找一个外在的魔鬼去归罪，才可以平息众怒，安抚人心。平息众怒，安抚人心，这是中国式政治的一个重要窍门。太多的时候，群情激愤意味着整个巨婴群体都处于失控中，这时他们的破坏欲就很可怕，而且他们必然会将内心的魔鬼投射到外部世界。所以找一个替罪羊，让整个群体去归罪去恨，是中国式的管用的办法。甚至我会认为，不管是面对巨婴群体，还是面对单个的巨婴，权力体系和中国人都容易去牺牲可以牺牲的好人，来安抚情绪失控的巨婴。所以碰到大问题，中国式的智慧是躲一下，别惹上身。如果你和这个大问题粘上了，那么你很可能成为被众人归罪的对象。倒地老人、讹诈扶助者只是这一逻辑的一个表现而已。我们类似的表现还有非常的多。比方说，在公务员系统或官僚作风重的企业里，老油条们都会懂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要总想着去冲杀，去解决问题，去当英雄。你越是这样做，越容易成为领导和群众的替罪羔羊。回顾一下自恋型暴怒的4部曲。当自恋者是一个群体时，我就变成了我们。第一，任何不如意都是在挑战我和我们的自恋。第二，任何不如意，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有主观恶意动机在。第三，有主观恶意动机的人必须向我和我们道歉。第四，否则我和我们就灭了你。本来这里还应该有一句，或者灭了我自己。但当群体处于暴怒时，群体不会去想灭了我们自己。所以关键是，当群体骚动时，群体会认为有一个主观恶意动机的魔鬼在，这个魔鬼就像是死神来要自己的命，必须找到他，归罪他，甚至杀掉他，这样就可以免于被侵袭了。因此曹操推出粮草官，就可以让士兵们去怪罪他，认为他是让自己饿肚子的恶魔。杀掉他之后，失控带来的恐惧、愤怒与无助就可以平息了。失控时，要先找到一个魔鬼去归罪。这一点在中国家庭也非常常见，特别是当一个家庭或家族遇到大的灾难的时候。一个健康的家庭遇到灾难时，应该是相互扶持，相互安抚受伤的心，以度过艰难的阶段。但是在咨询和生活中，我屡屡看到，这样健康的家庭
好像在中国真不多见。多见的是，一旦遇到灾难，家族内部就会相互怪罪，最终导致巨大的裂痕，制造出更多的问题。比如常见的是家人去世，有家人去世，这是很痛苦的事。如果亲人间相互支持、相互报慰，这份痛苦就比较容易过去。但不健康的家庭，这时反而容易相互指责和攻击，从而演变出很多问题。广东佛山一位男子杀掉多位家人，被抓后，他透露说，他之所以杀掉哥哥等人，是因为父亲病逝前，他们没有对父亲尽心尽力，所以他恨他们。记忆中，他讲了很多细节，似乎这个说法真可以成立似的。我在咨询中也听了太多类似的故事，最终发现，他的基本逻辑就是失控后要去怪罪别人的逻辑。失控，特别是可怕的失控，一定是有一个恶意的力量在作祟，必须找到它，干掉它，否则他还会如死神一样继续发起攻击。但这个死神其实是由他们自己的全能自恋转变而成的。全能自恋让他们想彻底控制事情，而当失控发生后，这份全能自恋感受到了挫败，特别是亲人死亡，你再也没法挽回了，这是对全能感摧毁性的打击。所以要找出到底是谁干的。倒地老人最容易怪罪的是事情发生时离他最近的人，那么一样的，亲人离世后最容易被怪罪的恰恰是整日照顾老人的人。这也是医闹的逻辑。医闹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怕，这个逻辑也是医疗中各种失控都有主观恶意力量在和自己作对。而医疗产业化和相对恶劣的医患关系，让病人与家属很容易怪罪医生，特别是第一线的医生和护士。所以和容易暴怒、自我破碎的人打交道确实不容易，你很容易被他们怪罪。这篇文章写到中间，我休息时做了一个梦，梦中说出这样一句话：你是好人，那么你就得让着我，让我吃一口；你是坏人，这么可怕，我要吃了你。这是对极端巨婴心理的总结。碰见好人，他们想去剥削，而剥削被拒，他们就想报复和破坏。在中国，认识到对控制的追求和对失控的恐惧，是比认识到爱和恨更重要的一个心理逻辑。很多打着爱与恨名义的事，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控制与失控。控制与失控关乎自恋，也就是事情是按照我设想的运转，还是相反。它本质上是一种孤独的东西。爱与恨则是发生在关系中，而真正的爱必然意味着对方至少是和自己平等的存在。一位女企业家童年孤独、阴暗且充满暴力，常被父亲打。经过多年的努力，她终于和父亲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关系，像正常妇女一样了。只是这时她50多岁了，而父亲80多了。一天，父亲意外摔成了重伤，他的身体一直也不好，所以亲属们预料他撑不过去了。在医院养伤期间，亲属们陆续来看他。这位企业家的兄弟姐妹们则负责轮流照料父亲，但是他们都像非常没有孝心一样，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在医院里照顾父亲的工作。当时，这位企业家在外地，不能及时赶回来，所以对兄弟姐妹们的做法非常的愤怒和不解。等他回到家乡，第一时间去医院，看到父亲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时，他心中一股怒火升起，转身就离开了病房，甚至都没有和父亲说一句话。我问他，那股怒火是什么？他说，那肯定是对父亲在自己小时候虐待自己的一种报复心。但是我对他说，你最近2年已经和父亲修复关系了呀。他回答说，也许也不是报复心，那会是什么呢？我让他安静下来，去描绘那股怒火，特别是可以想象，如果在父亲病床边多陪伴一段时间，会如何？他描绘的时候，我很有感觉，于是对他说，真正让你愤怒的是无助，是你没有办法对父亲再做些什么了，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死神夺走，而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听到我的解释，他觉得一下子融会贯通了一般。他说，是的，是的，就是恨这一点，我最害怕失控和无助了。她是女强人，非常有钱，性格也百折不挠，绝不轻言放弃，特别享受扭转局势的感觉。
这都显示了他的自恋在一定程度上，他简直像是全能一样。但是他性格再强，再有钱，再百折不挠，面对80多岁的父亲将要死亡这一件事，也无能为力。他恨这种自己根本不能扭转局势的感觉，这让他有很强烈的失控感，就像从悬崖上坠落一般。这也是他的兄弟姐妹们共同的心理特征，所以他们都惧怕在病房里照顾将要去世的父亲。他们对父亲当然有爱有恨，但主要的还是无法面对自己在死亡面前的无力感。可以说，这也是这位父亲的一种报应。在孩子们小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就是帮孩子们化解无助感的时候，他不仅没有给出什么帮助，反而非打即骂。他的一个名言也是中国式父母常使用的那句话，都是你们自己不好。好的父母可以给孩子提供保持性环境，这主要有2点：当孩子把事情做好时，夸夸他们；当孩子受挫时，支持他们。但中国式父母却很容易走向相反的方向，当孩子把事情做好时，却告诫他们不要骄傲；当孩子受挫时，怪罪说都是他们自己的错。这导致孩子们的心理普遍很脆弱，于是在面对灾难时，要么逃避，要么怪罪。并且荒唐的是，逃避虽然违反了人性，但逃避常常是对他们自己而言更好的做法。因为的确在许多家庭中，谁这时候照顾了父亲，不会得到家人的认可和支持，反而是当父亲去世后，这个付出最多、照顾最多的人，因为和父亲接触的最多，却最容易被其他家人怪罪。发生意外，巨婴们体验到失控，为了解决失控，他们会试着立即找出一个责任人或一个原因来，如此他们的心就可以安定一些。可以说，他们希望事情迅速从失控变得明确。然而，如果你想做有创造力的事，容忍模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能力，要尽快找到答案。这主要是为了满足自恋，也就是你看我多厉害。相反，容忍模糊则意味着你愿意沉到事情中，不断地去触碰事物，试着和事物建立越来越深刻而全面的关系。于是，逐渐地，事情的本质自动会呈现出来。中国式敬酒与帕瓦罗蒂的神丁。高音歌王帕瓦罗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癖好，每次演出前必定要去后台找钉子，如果找到一枚生锈的弯钉子，他就大喜过望，演出也会很出彩。如果一枚钉子都找不到，他会很郁闷，甚至拒绝演出。帕瓦罗蒂的钉子，我称之为可控的第三者。面对外部世界，特别是人际关系时，很多人会特别紧张，以至于不能正常做事，不能好好说话。怎么对付这种紧张？一个很容易奏效的办法是，给你与外界之间添加一个可以控制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事件。对于帕瓦罗蒂来说，钉子就是他可以控制的第三者。比如一位女孩子，她过去的人际关系太简单，现在试着走出去，但太容易紧张，而她发现，如果找一位好友陪着，就好多了。所以她现在应酬时，总叫上一个朋友，找一个人陪着，是大家都知道的，也都会用的办法。这是最常见的可控第三者。紧张也就是失控，是你觉得所处的环境自己掌控不了，这时身边若有一个可控的第三者，掌控感就可以部分恢复了。见过几位企业家，在最初做生意时，他们如果单独去谈生意，谈不成，因为太紧张；如果让配偶单独去谈，更不成，因为配偶做事能力太差。但如果2个人一起去，哪怕配偶一句有用的话都说不出，只是在那儿待着，他就可以把生意谈下来。这个看似无能的配偶就起到了可控第三者的作用。物体也可以发挥很有意思的作用。大学时认识一位好友，他的人际关系在我看来简直是如鱼得水，无论到哪里他都很受欢迎。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与人相处时他很容易脸红，那是很高程度的紧张。后来他想了很多办法，一个小诀窍是兜里总有一堆瓜子儿，见人就发瓜子儿。于是瓜子儿就成了他的可控第三者，以及与别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媒介物。见过一位大牛，很厉害的女人，生意做得特别好，她的兜里总放着各种各样的糖果，见人就说，来，姐给你块糖吃。
借此，他和客户的商业关系就变成了吃糖还是不吃糖的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轻松了很多。我讲课时也会紧张，但手里一旦有话筒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很少用耳麦，因为话筒是我的可控第三者，谈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也是一个常见的可控第三者。对此，明星们的八卦与流行的影视等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老友书斋里的学者酸溜溜地说：“明星们有什么用？崇拜他们太俗了。为什么公众就不崇拜科学家或严肃的学者？拜托，你真不如娱乐明星有用。他们是整个社会的可控第三者，是整个社会搭建人际关系时最有用的桥梁。恋爱前期，两个人都容易紧张，所以一起吃饭、看电影或做些有趣的事情就变得很重要。这时最好使用事情做可控第三者，若使用人就变味了。比如中国式相亲，父母们会上阵，这是很糟糕的。老要朋友陪伴，则可能会生出三角恋的危险。一位网友在我的新浪微博上留言说，他每一次相亲总带着一个女友去，后来对方撤退了。他的理解是，对方可能觉得他不爱他，可能吧，也可能是对方觉得他不成熟，或总触碰不到真正的他。这的确也是一个矛盾。若什么都不依仗，什么都不借助，直接去和另外一个人打交道，是最成熟也最容易碰撞出火花的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张力太大，所以要寻求可控第三者的帮助。而过度使用可控第三者，总意味着不成熟。如果各种可控第三者都无效，你一到外部世界就紧张，任何人际关系都让你失控，那么去找心理咨询师吧。这些专业人士可做你的可控第三者。为了让来访者在咨询室中形成掌控感，我常常对来访者说，咨询室内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不对你或对我构成人身伤害都可以。可控第三者是我自己的说法，专业的说法叫过渡性客体，是一个人走出自己孤独想象世界，而进入现实世界前的一个过渡态。他通过控制一个过渡性客体，而初步形成对外界的掌控感。每个孩子最初想掌控的都是妈妈，若不能和妈妈构建起深厚的情感关系，就必须转而掌控一个过渡性客体。这个过渡性客体也可以称之为替代妈妈。帕瓦罗蒂的钉子在当地有迷信色彩，金属象征着好运气，弯头可辟邪，钉子可以钉住魔鬼。不过，有精神分析背景的人会很容易联想到，钉子和妈妈的乳头有些像，可能是妈妈乳头的替代品。乳头可以安慰一个婴儿，而钉子则可以安慰帕瓦罗蒂这样的成年人。中国式发烟、中国式敬酒、中国式火锅，还有中国式的聚餐等等，都可以说是我们构建人际关系时的可控第三者，并且都让人有这种感觉，不分你我，不分彼此。最好你都吃了我的唾液，这样咱们就真正亲近了。中国式敬酒在北方可以变得很严重，比如在我老家，大家都认为如果没有把客人灌醉，就是待客不周。相应地，如果碰上一个脾气大的人，也就是心理学说的偏执狂，如果你拒绝他的敬酒，他会翻脸，严重一点甚至会打架，乃至出人命。这种场合下，你可以先理解到，对方非要给你敬酒，其实是想和你构建关系，而他特别强硬，其实是他内心很脆弱。那么你可以拒绝他的酒，但同时又表现得非常热乎，让他知道你多么在乎他，就可以不让他受伤了。可控第三者还可以这样理解，失控时找一个你能控制的事物，而将失控产生的焦虑转移到可控第三者身上。有时候我会吃饭吃到撑，可我自认为自己并不是特别好吃的人，那是怎么回事？曾经对这个问题我做过多次思考，但总感觉没有找到特别靠谱的答案。有一次吃火锅又吃多了，当天晚上我问自己，最近几次吃多的情形中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这很明显，都是和人在一起吃饭时发生的。哦，原来是我将饭当成了可控第三者，焦虑时就通过吃饭来缓解，焦虑多就吃多了。可控第三者，这可真是微妙的心理。再仔细觉知，这一次吃火锅过程中的焦虑，是发现对方给我提了很多要求，我基本上都拒绝了。拒绝
在过去一直都是我的难题，虽然现在改了很多，但仍然会因为拒绝别人而有焦虑感。所以，通过将注意力转移到吃饭上，而躲开了对方提要求而我拒绝这一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可控第三者，它的核心是可以控制，而对应的是失控，也就是当失控发生时，就会去寻找可以控制的事物，就像溺水的人去寻找一块漂浮的木头，甚至是一根稻草一样。但为什么会失控？关键是有些东西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对于我这一次饭局而言，焦虑背后的失控感就反映了我拒绝别人时的问题。而当我能合理简单地拒绝别人后，这份失控乃至焦虑就可以得到根本的转变了。试试去观察，当你感觉到失控，当你去寻求可控第三者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你可以被我欺负时，我就爱上了你。能让你有掌控感的就是善，能让你有失控感的就是恶。有一次，在思考何为善何为恶时，我想到了上面的这一句话，放到爱情里，这句话可以演变成这样的一个小窍门：当你可以被我欺负时，也就是被我掌控时，我就爱上了你。这是被动男人与野蛮女友的奥秘。东方太多被动男和内心野蛮女，所以韩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可以大火。现实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一对朋友的爱情从一次野蛮开始。高中的时候，女孩揪着男孩的脖领子，凶狠地要糖吃。另一个故事，小学时，一个女孩子对男孩子说了凶狠的话，不久后就爱上了他。回顾的时候，他自动冒出了一句话：我这么欺负他，他都没有对我不好。内心非常脆弱的人，不能去爱一个自由而强大的灵魂，因为这意味着不安全。他首先寻求的是一个可控客体，这意味着他在他面前可以是自由的，他可以逐渐地活出自己。被动男将自己裹在厚厚的壳里，与世界隔绝，与自己的心隔离，貌似可以享受孤独，但生命日益麻木。野蛮女友攻击时，关系因而建立，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出孤独了。他厚厚的壳，只有野蛮女才能击破一些。来自星星的你以及现实生活中，野蛮女友之所以对被动男感兴趣，关键就在于对方是可以被自己掌控的。拜科学教现在之所以广泛存在，只是因为科学貌似是头脑层面的，可以给自己掌控感。野蛮女友对被动男的需求，其实就是寻找一个可以掌控的对象。他或许不够生动，不够有魅力，但他安全。他的被动所提供的安全，犹如一个容器，可以让野蛮女的自我在其中逐渐具形。野蛮女，也就是中国神话中的妖女，她们要找一个安全男，然后完成从妖变成人的过程。我们有各种善恶观，头脑层面的，感觉层面的。就感觉层面的来说，善恶观更像是这样的，也就是能让你有掌控感的就是善，能让你有失控感的就是恶。掌控感若有情感做底子，就能接受模糊；掌控感若缺乏情感的底子，就会追求僵硬的确定感。控制欲望是万恶之源，仅只追求僵硬的确定感。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有头脑层面的善恶观，知道某某大臣是忠心耿耿的，对国家有巨大的价值，而且是好人。但是皇帝们偏偏信赖太监，那是因为在感觉层面缺乏情感底子的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太监貌似是可以掌控的，而正直的大臣是不可掌控的。若童年早期缺乏情感链接的滋养，那么我们很容易用头脑去构建一个孤独的想象世界。越是缺乏情感滋养，这个想象世界就越僵硬，越难以容纳别人进来。一个人的童年越孤独，越僵硬地要别人按照他的想象去反应，仅仅因为别人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就有可能会崩溃。最好的掌控感是对自己和世界的信任，是可以放松地活在当下，和万事万物随时构建起链接。这是最正确的善恶，其实是这时或许已经没有善恶。最极端的掌控感是只有我的头脑想象的世界存在，不能有别人的真实存在，只能我说了算。最极端的掌控感会导致所谓的恋尸癖，也就是你最好是一个活死人，你的躯壳可以被我指挥，完全和我想象的一样。这种极端情形下，对方任何一个自由意志行为都会导致自己的崩溃和暴怒。
恋尸癖表现在性中，也就要求对方完全不能动弹，一动弹他就会不行。轻一些的恋尸癖会表现为男人期待女人傻，至少要装傻，傻才能崇拜男人，才能对男人的各种自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周星驰对朱茵的一个不满就是她不够傻。不仅如此，傻姑娘还意味着没啥要求，容易满足，男人觉得自己轻松就能满足对方了，这样男人才觉得自己像神一般，其实不过是个大号婴儿。很多女人会去配合男人去装傻，但装得太厉害，最后真傻了，甚至如僵尸一般了。一个浑身透着全能劲儿的男人，身边常伴随着一个如僵尸一般的女人，而此时男人爱她爱得不得了似的。的确，她是男人的最爱，因为男人的全能感需要他的僵尸感做陪衬。男人容易自恋，女人容易依赖。各种中国式择偶标准的段子常指向这两点。男人似乎全能才行，而女人则被要求少一点。巨婴水平的两性关系中，只能接受一个人绽放。传统定义中，绽放的自然是男性一方，而女方最好沦为陪衬，也就是男方作为主体，而女方为客体。不过在现实中，以我的观察，多数家庭应该占70%吧，是女人绽放，男人沦为陪衬。女人表现得很有能力，也很有情绪，对男人各种不满，而男人也的确会变得木讷、老实、简单。你能感觉到这样的关系中，女人的能量是张开的，而男人的能量是萎缩的。成熟的两性关系中，两个人都可以绽放。巨婴水平的两性关系中，只能有一人绽放，另一人因为变化少而做安全基地，而这时会引出一些极端的感觉。比如我有朋友说，他老婆允许他全然自由，他说的全然自由包括性自由。对于太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伴侣最好是别绽放，傻、笨与丑都好过绽放。有意思的是，电视剧中的都教授和现实中的金秀贤看似大相径庭。电视中的都教授是东方女性心中的完美男人，有神一般的能力，又全心全意围绕一个女人转。而现实中的金秀贤曾自曝择偶标准，他愿意为我而死，只想着我一个人，不妨碍我工作，但在我需要时一定要在我身边。所以神与巨婴恰恰是一体两面，被害就是正确。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中国式智慧平息众怒、中国式敬酒与帕瓦罗蒂的神丁。当你可以被我欺负时，我就爱上了你，这3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